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 Apple Watch Ultra 2以及 Apple Watch Series 9，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它的后盖呢是这样，左右这种有一个卡扣形式。这个包装里边内侧依然是印的，我这是高山版是吧？那我这是野径版还是高山版？要看不出来呢。我们打开这个小册子，这是高山，这是海洋，这是野径，所以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我的表带，我大概就知道哦，我们是野径版，对吧？这个带粘贴扣的这个表带版本是野径版。1、2、3，当当，这里有一个 Type C 接口的，然后编织的 Apple Watch 的充电器。哎呀，这个应该是 Apple Watch 充电器第一次采用编织线。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表给它拿出来，这次外观上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改变啊，主要是在硬件内部进行了一些提升。我们把这个野径表带给它开箱，这个颜色蛮好看的，这个是 Apple Watch Ultra 2的野径版本。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Apple Watch Series 9啊，手表的盒子要小了不少。粉色的，看一下我们的表带，表带是粉色的尼龙回环表带，当当，粉色的小表壳外边也是一个粉色的小表套。Series 9版本它配备的也是编织线的无线充电器，41毫米的好小啊！我平常不太接触41毫米的小表壳，和大家正好对比一下，这个是 Apple Watch Ultra 2，这个是41毫米表盘的 Apple Watch Series 9。在进入视频主题之前，我快速给大家过一下今年的颜色。这是粉色，今年的一个新配色啊，配合上今年芭比年非常合适。这是午夜色，依然是蓝黑的效果，替代了之前的纯黑配色。这是星光色，也是老朋友了，就是金属原色加入了一些淡金的风格，其实跟淡金很像。这是铝金属原色，也是从 Apple Watch 第一代开始一直保留的颜色。推荐的话，我个人会把原色和星光色排在前2位，原因呢就是非常好配搭表带，什么颜色的表带基本都能驾驭。粉色第3推荐，粉粉嫩嫩，而且还是新款，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 Series 9。但是不好搭配冷色系的表带是这款颜色的弱点。还有一个红色现场没有展示，我就没拍啊。红色我个人是不推荐的，对表带和服饰的要求真的太高了。不锈钢哥仨没有改变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继续往下进行了。今天视频的主题，不运动的用户戴 Apple Watch，它是不是一个小废物？我想说的是，那个手表是不是小废物啊？我看这句话好像有点歧义，我得解释一下啊。首先 Apple Watch Series 9硬件上升级了芯片啊 ，CPU 提升60%，GPU 提升30%，屏幕最高亮度提升到了2000尼特。Ultra 那边更是夸张，屏幕亮度提升到了3000尼特。今年芯片带来了另外2个升级，一个呢是神经元网络的提升 ，Siri 可以直接通过本地来进行执行了，不再限制于网络，而且语音输入更快。好了，我现在同时使用2款手表来进行一段语音文字的输入。这次新款手表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芯片之后，具有更好的神经元网络学习能力，从而对你的语言输入有更精准的判断和预测速度。第二就是可以通过更精准的超宽频去寻找 iPhone。比如说我现在想用手表来查找手机，按这个键，然后选择手机。除了这一声铃声，大家看，现在这个手表呢，它是具有一个距离显示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距离显示，看越来越近了，有一个小标识，在这儿看到了吗？白色的那个位置就是手机的位置，消失了。我们再继续走一走。现在3米了，看到了吗？我往远一点走啊，又远了4米了，往回走3米，2米，找到了1.5米，而且这个手机又出了一声响声，它的1.5米之内呢，它就会有一声铃声。据说啊，过去全球1年有4000万次就是通过手表查找手机这功能被使用，我自己可能大概就用了1000万次了啊。我确实在每次找不到手机的时候，我都会回忆一下，就没有这个功能之前大家伙都是怎么找手机的？接下来快速说一下这次的软件升级啊 ，Series 9和 Ultra 2都支持了增加双捏手指这个操作。这个技术呢，之前苹果曾经给障碍人士推出过，就无障碍的功能。那现在开发出这个双捏，单独适用于所有用户的手势出来了，可以双捏接打电话。看来电话了，对吧？我只要双指捏，看接通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双指捏，挂断了。
默认界面呢，双捏浏览小组件，这个小组件是会智能的学习你的使用习惯，然后调整顺序，就是把你可能最需要的那个 app 给你推到最前方。计时器和秒表也可以通过双指捏合暂停，这个功能就特别适合，比如说你在厨房，这个手按着肉，这手在那切菜呀，或者揉面，然后两个手都是这种面粉呐、或者油啊，就不方便用手指去触摸屏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双捏，就结束了。我觉得这个场景还是很实用的。你也可以双指捏合暂停闹钟，双捏暂停播放音乐，而且还可以通过双捏来实现切换闪光灯。这个就是用来救命的了。就假设你不幸被困住了，那一只手被卡住，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语音唤醒 Siri 打开闪光灯，然后通过双指捏合去切换不同闪光灯，从而发出求救信号。Hey Siri， 打开手电筒。看到了吗？就你用非常非常小的声音也可以呼出手电筒，然后在手电筒中，这个时候你假设右手被困了，你就可以左手，它就会以很强的灯光去闪烁，发出求救的信号。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祈祷你被卡住的不是戴 Apple Watch 那只手，你要这个手怎么捏可能也没有用了。这个功能会在10月份通过固件更新推送到大家的 Series 9和 Ultra 2上。第3个环节啊，今天的视频的重点了，就是如果我不健身 ，Apple Watch 到底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小废物呢？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使用手表的时候，他们主要都是看时间然后可能接收个消息，其他功能如果不健身的话，好像都不太用。所以今天的视频我来跟大家分享10个，哪怕你完全不运动，哪怕你就躺在那儿也值得关注的健康数据。第一个，站立时间1个小时站立1分钟，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很多上班族忙起来，真的就是一抬头就是中午吃饭了，再一抬头就下班了，确实就很容易忽略站立。有研究显示，每天久坐超过8个小时，而且不进行身体活动的人，死亡风险与肥胖病患者和抽烟者相似晴天霹雳吧？也就是说，你不抽烟、不喝酒、不肥胖，但每天都坐着，一样容易嘎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每天足够的站立时间。你不需要多辛苦，只需要在手表提醒你站立的时候，你站起来1分钟就1分钟。那手表会自动检测，到达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完成。这个部分有同学说了，说我每次上厕所一蹲下，手表就提醒我站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Apple Watch 的提醒机制就是，如果你在1个小时之内的前50分钟完成了这个超过1分钟的站立，那么手表就不会再提醒你。比如说早上7点50，它发现你过去50分钟你都没有站立超过1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它会提醒你站立一次。第2个需要关注的数据，血氧。血氧的数据价值其实非常大，这一点在去年疫情高峰那会儿，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了解到了。但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睡眠时所测量的血氧。很多同学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对，很正常，对吧？但是对于部分用户，打呼的时候会出现呼吸暂停，憋住了。就家里人看你的话，可能还觉得，哎呀，这打呼打着突然不打了，安静了。然后你隔了一会儿，你又开始打呼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你出现了呼吸暂停。大家可以佩戴手表监测一下自己的睡眠，如果夜晚的平均血氧饱和度低于90%，就很可能出现了呼吸暂停。睡眠中呼吸暂停除了影响睡眠质量本身之外，长期还会影响心脏健康，引发心脏病或者缺血性的中风。而且睡眠时候长时间的呼吸暂停也会导致你荷尔蒙紊乱，导致肥胖或者糖尿病。就是你晚上睡觉打呼，然后导致白天变胖。这你敢想吗？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关注，特别是家里人本身就有肥胖的，如果夜间监测血氧过低，你需要赶紧去医院看医生。第3个指标，有氧势能。哇，这个数据真的是我的一个痛点这个数据反映的是你的心肺能力，会在你开启室外步行，就运动那个室外步行的时候开始计算不需要你非得跑步，你走路就可以测量。它会根据你的年龄和性别去判断你的数据是高于平均值还是就在平均值还是低于平均值。有科学研究显示，有氧势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呢，会增加糖尿病、结肠癌、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这些的概率。而且我必须要说，你想要提升有氧势能还不那么简单呢，需要长期做有氧运动，这个咱们一起努力。第4个数据，步伐不对称性。依然你不需要运动你只需要在走路的时候把手机放在裤兜口袋里，手机就会自动完成记录。如果你的数据长期出现步伐不对称，意味着你的脚步发力是有问题的，或者容易出现跛行。第5个，
就是步行稳定性。这个使用方法和上一个相同，就走路的时候你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手机就会自动的检测，不用开启任何功能。这个我认为对于中老年用户的作用特别大，因为它不仅是记录你目前的步伐稳定性，同时可以预测未来12个月出现跌倒的风险。它是对未来的一个预测功能。我相信家里有老人的同学一定都知道，摔倒对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多严重。首先，老年人本身就骨质疏松，那摔倒就容易出现骨折的情况，而且有很多老年人他们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问题，平时看起来和健康的人完全没有区别，但是一旦跌倒，因为高血压本身你血管的压力就很大，而且本身那个血管就比较硬，很容易引发心梗或者脑梗。所以我认为这个数据对于那些老年人特别有帮助。第6个，静息能量。这个数据呢是对于那些想减肥的用户特别实用，因为减肥其实就是一个算术题嘛，你知道自己每天消耗多少热量，你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饮食调整。比如说每天消耗1700大卡，那就是每天你基本不动也要消耗这些热量，这就意味着，那你每天早上吃300大卡，中午吃800大卡，晚上吃800大卡，这都不少了吧？那么一天你再额外运动400大卡，就可以保证你永远不胖。800大卡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顿饭你吃一个板烧鸡腿堡，你再吃一个汉堡包，你再吃一顿麦辣鸡翅，加起来这些是837大卡，不算少了吧？第7个数据，手腕温度。手腕温度是通过长期睡眠佩戴之后监测你的生理曲线。苹果这个最厉害的呢，是它可以特别准确的，我看到小红书好多女生分享，特别准确的去预测女性的生理期和排卵期。如果你正在计划备孕，那么它会在排卵期当天晚上的8点，通过手表提醒你。这个功能对于男生来说呢，虽然说排卵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大啊，但是你也可以对自己的体温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了解。比如说去年我感染新冠那几天，大家能看到我那个去年那个发烧那前那个体温的趋势，那几天真的给我烧懵了。第8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数据，睡眠。睡眠之前我专门出过一期视频，就如何利用 Apple Watch 睡好觉，这里我就不再说详细的过程了，我只说几个我长期监控睡眠想分享的点。第一，就是大家不用纠结自己的深度睡眠时间够不够长，深度睡眠不是你想增加就能增加的，而且不管是深度睡眠还是核心睡眠还是快速动眼期，3个阶段对身体都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深度睡眠，它是修复你身体的组织啊，去释放荷尔蒙。那快速动眼期呢，则是让你身体的肌肉变得特别放松。至于很多人他不喜欢的那个核心睡眠，也叫浅眠，其实这个期间它会产生对认知能力非常重要的脑电波。所以不要纠结自己的深度睡眠时间不够长，而要去努力的增加总的睡眠时间啊。我之后会专门出一期如何让自己睡得更长的视频啊。第9个，听觉。听力的损伤很多时候都是不自知的过程造成的，而且听力一旦受损，它是不可逆的。在95分贝的场所，你只要停留10分钟，就10分钟，就会对你的听力造成永久的损伤。Apple Watch 的高音量通知呢，就是帮助你避开这些噪音环境的。这个部分除了手表它会自动通知，你也可以进入 Apple Watch 听觉应用里去查看此时此刻的噪音，以及你配的 AirPods Pro 之后你耳朵里的噪音。你也可以在手机健康应用中去查看过去一段时间你所处的环境它的噪音的一个平均水平，从而对你所处的环境有一个概念。第10个，也是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日照时间。这是在 watchOS 10上新增的一项健康功能，可以统计你每日的户外日照时间。那对于小朋友，有研究显示，每天80分钟到120分钟的户外活动可以有效的降低近视。对于成年人呢，每天户外活动对身心健康都会有帮助，而且它会产生维生素 D， 同时降低抑郁风险。我知道大家的工作压力都越来越大，抑郁和焦虑的风险确实也越来越大，增加这个数据也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另外 watchOS 10中呢也新增了对于心理状态的记录，大家可以每天坚持记录，手表会提醒啊，每天4点钟提醒一次，睡觉之前提醒一次。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处于负面的心情当中，那么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及时就医。抑郁和焦虑不是一句简单的想不开的问题，也不是一句简单的想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你脑垂体分泌激素失调所带来的实打实的生理上的病症，它是跟发烧骨折一样，真正会对你身体本身产生破坏的疾病。很多同学长期的抑郁焦虑，它会产生躯体障碍，就你今天说不上哪儿，感觉好像胸闷，明天感觉背疼。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关注起自己和身边人的心理健康。以上就是今天视频里想和大家分享的，通过 Apple Watch 来查看的10个健康数据。不需要你高强度的运动或者健身啊，你就坐着、躺着或者站着，这些数据就会自然而然的汇聚过来。
我不瞒大家说 ，Apple Watch 可能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数码产品。它不像手机那样啊，关注度特别的高，但是却可以时时刻刻的让我了解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了解我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个事儿最怕量化，当你把你的各项指标都通过数据量化出来，当你能通过对比上个月的数据知道自己这个月是胖了还是瘦了，血氧是高了还是低了，睡眠是长了还是短了的时候，你就能够更好的把握自己的健康。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更健康。